浑身牛劲又有婴儿般的睡眠，原来真有人在40米高，相当于15楼百年老树上也能睡出智能设备监测下95分的高分的啊！此人睡商真是极高啊！王一博，你还真吃嘛嘛香，又红又牛，走到哪老天爷自带幸运偏爱啊！前脚赶海，霍挖了半天壳里，把人家老祖宗挖出来了。每吃了顿饭后，又霍开爬了。40米高的树杈上，你的勾脚大王没有一丝恐高的犹豫，全都是因为对比90度岩壁，爬树太简单，而产生的非常好玩的第一种快乐爽感。大树上吃饭，因为搭档没带餐具，也没啥抱怨，甚至乐观地想着用喷虫子的盖子解决一顿饭会不会拉肚子，最后得到一双粗糙树枝当筷子，也觉得非常不错。晚上睡觉，人家大叔晚上风吹啊吹晃啊晃，结果在王一博，你这就是婴儿床的功能呢，难怪你每天户外两眼一睁爬，还有婴儿般的皮肤呢，原来真有婴儿般睡眠啊！能长成125米的花旗松都要无语了。王一博，你爬树的时候不恐高就算了，结果还把人家大树当婴儿床晃悠呢，人家树不要面子的吗？有时候想，老天爷是很会哄孩子的。在加拿大深水埗时，10年不怎么见2回，做头巾的水域挑战一成功，结果太阳出来了，海豹来了，做头巾来了，海鸥也来了，主角奖励名场面吧。后面回美国波特兰一出海，还是虎鲸白头鹰，通通都在官方认证的吉祥物，就连去钓个鱼，搭档都要担心王一博钓到太大的鱼了。但还好这趟博哥是来划桨玩的，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愿者上钩，超级 chill 的状态，鲜活自然又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可爱。害怕的时候也会抖着岩羊叫，开心的时候会嘟嘟嘟的叫，会下意识武当派，也会大大方方说自己屁股抽筋了。没有任何偶像包袱，只有3600个角度无死角的素颜，随你怎么看。感觉王一博那么爱大自然，除了人家真实是不是也有大自然都要把它哄成胚胎的缘故啊，好精彩！王一博尾波冲浪真的飞起来了，隔着屏幕都被惊艳到，好鲜活的生命力，吊在树上睡觉，睡出婴儿的睡眠质量。此刻谁不羡慕王一博会有如此精彩的体验？树摇进梦乡，别人露营躺帐篷，王一博爱玩挂树上，风一吹，树一摇，直接摇成摇篮，秒睡的样子真的好可爱。估计爬树消耗了不少体力，再加上1个多月的攀岩，放松下来自然睡得好，难怪王一博会笑得这么水灵灵的，开心甜成冰淇淋。果然做热爱的事，人的状态会释放越来越疯。王大胆也是王自在，这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取舍之间的选择是一腔孤勇，攀岩都能被他轻而易举拿下一个攀树更容易。原本以为就是爬上去，谁能想到人家是住在树上，这是继悬崖吊站后再度体验大树露营，睡得超爽。王一博自己分享了整个露宿大树上的过程，从落日到清晨起床，素颜对脸拍，果然高颜值有底气。再看让他兴奋到嗷嗷叫的尾波冲浪，直接点燃了他内在的那股热情。在运动上，他真的有着使不完的牛劲和天赋，快速掌握核心技巧，单手触水、平衡滑行及跳跃动作一气呵成。同行的尾波马戏全程称赞其太棒了，有天赋学得快，并预测再练习几次会超厉害。有一种速度叫王一博速度，学什么都快到让你意想不到，大为震惊的各位。探索新境2部单制作团队是国际水准，节目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大有来头的攀岩攀树。向导说海边的岩壁是他祖父买下来的，这已经让人挖有钱的攀岩世家。没想到他的祖父不仅是一名登山家，更是诺贝尔得者，这人生经历真精彩啊！看探索2能感受文化的差异，北美文化更推崇发展个人多样化的职业与爱好。探索2中从团队到嘉宾几乎都是有多个职业身份的，比如 Jimmy 探险家、摄影师、奥斯卡纪录片导演，史瑞德小提琴手，美国登山协会向导，Steve 2次艾美奖提名及多次得奖的调查记者，电影制片人 AJ Carter 2次艾美奖提名及 PNW 电影制片人 F1 赛车手等。里面出现的每一位都有着亮眼的头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一博会如此的开心，他接触的都是行业内的大拿高阶人物，他还能够获得这些人的赞许，实属不易。别问为什么王一博会这么痴迷户外，本身就热爱运动，还能接触这么多不一样的体验，是别人可能一辈子都触及不到他，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且新鲜的生活，真的棒！探索心境的价值意义逐渐提升，不要止步于按部就班，人生有很多精彩的可能等着你去开发。何其有幸是王一博带来的分享，他开心，我们也能一起享受，夸不完根本夸。期待的眼神，碎碎念的模样，他怀揣着最单纯的期待，上演了一场与海洋生灵的温柔邂逅。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强大与温柔可以如此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人身上。那一刻，他不是酷飒的舞者，不是专注的演员，不是速度与激情的赛车手，只是一个满怀期待的自然探索者。当鱼儿入网，他抱着那条扭动的鱼，脸上笑容纯粹，鱼儿从手中挣脱，他一边慌乱地去抓，一边充满暖意地反复说着 sorry。 最动人的莫过于这份对生命的尊重与温柔，因为你总会觉得，一个矗立在塔尖，拥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成功的年轻人，他必定是高高在上，仰视一切的存在，而他站在光里，却没有被光芒遮蔽双眼，活在巅峰，却依旧拥有最初的质朴善良和纯真。这不是对着镜头表演，而是下意识的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爱意。Hi baby， 他甚至称他为 baby 这个看似随意的称呼，展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万物平等相待的本真。把鱼放回大海，那句 bye baby 轻飘飘的随风散去，却重重的落在观众的心里，让人感动。一个人的魅力恰恰体现在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当中，我猛然发觉，原来强大与温柔可以如此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人身上。他能驾驭最复杂的舞台，也能以最纯粹的心与一条鱼对话。他能承受千万目光的审视，也能小心翼翼又兴奋地攥着2只螃蟹玩耍。他能承担社会责任，也能充满童趣地玩一把把彩色糖果扔到嘴里的游戏。王一博的海钓就像一首关于人与自然的小诗，从期待到兴奋，开心到释然。他对自然没有征服，只有互动与敬畏。那天的他身上没有荧幕上的光芒，却有一种更温和的光，是纯粹与成就的交融，是成年的世界里依然闪耀的童真。那不是幼稚，而是历经繁华后仍保有的心灵净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偶像，他不仅在专业领域做到极致，更能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个相遇。王一博正是这样的存在，当你以为已经了解他全部时，他总能展现出新的维度，像大海一样表面平静，深处却蕴藏着无限的深度与可能。那天海风轻拂，浪花拍岸，一个叫王一博的大男孩与海里的 baby 们短暂相遇后又温柔告别，而屏幕外的我们却通过这段邂逅认识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动人的灵魂。这或许是偶像最好的模样，不仅让你仰望，更让你努力成为那样美好的人。